那第17条规定什么呢？被请求返还的庇护国不得在该国已经存在对儿童权利义务之行使与负担的实体裁判拒绝返还儿童。这个在官方解释报告书针对第17条的规定指出，制定本条的一开始是为了贯彻本公约的终极目标，但是原本想要将立即返还原则立于绝对的优位，完全禁止被请求返还的国家就儿童权利义务的行使负担为实体裁判，但是避免这个规定被缔约国声明保留，影响公约被各国所接受的范围，所以呢，这个规定就成了对于现实妥协的产物。所以本条规定改成强调拒绝返还不得仅仅的是以实体裁判为单一的理由，并且容许法官在适用本公约决定是否返还儿童的时候，可以将实体裁判的存在纳入考量。所以我们来做一个整理：不法移送或留置儿童的缔约国，除了必须要执行返还儿童之外，对于争执该儿童权利义务的行使负担的实体问题，原则上是不应该加以审理的。也就是说，庇护国对于不法移送或留置的儿童权利义务的行使与负担的这种争执，也就是侵权或监护权的争执呢，原则上它是不具备国际管辖权，除非有公约的例外规定，也就是说，儿童的侵权或监护权人在1年内他没有向庇护国来请求返还，这种情形在等一下我们要跟各位所说明的1996年公约的特别规定当中补充规定为这个人呢，于已知或应知该儿童的下落而没有向庇护国请求返还，而且这个儿童呢已经在庇护国安定下来或成立冠居地的时候，才由庇护国取得管辖权，有实体审理的权限。好，刚刚我们跟各位说明完这个1980年的公约，所以我们针对它的定义，什么叫做不法移送或留置，然后1980年公约最主要的2个大原则就是立即返还原则跟实体裁判原则。再来，我们要跟各位说明的是1996年的公约。1996年的海牙公约，第一个我们要跟各位说明的是它的目的。这个1996年公约的目的，它在第1条第1项有明确的这个规定，它总共有5款。第一，它是决定缔约国的什么机关具有直接采取保护儿童人身与财产的方法的这个权限。第2个目的，这个公约在决定缔约国国际裁判管辖权的法规。第3，决定适用于父母责任的准据法。第4，这个公约的目的在于所有缔约国之间提供对于保护儿童的方法的承认与执行。第5，建立缔约国主管机关之间的互助合作，必以达成本公约的目标。所以你可以发现，它这边它的目的就是管辖权、准据法、承认与执行，然后还有国际之间的司法互助合作。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在第1个单元跟各位提到的国际司法学的这个固有的这个领域，
它把它适用在这一种不法移送或留置子女的这个法律关系上面。所以1996年，它第二个重点就在于管辖。这个管辖权呢，1996年公约的法定管辖权跟它的竞合关系是规定在公约的第2章第5条到第13条。重要的条文，第5条第1项规定，对于儿童的保护，原则上以儿童的冠居帝国的司法或行政机关具有管辖权。儿童条第2项规定说，儿童的冠居帝国有所变更，新冠居帝国虽有管辖权，但是第7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在此限。第7条规定什么呢？第7条规定针对国际不法移送或留置的管辖权的规定。换句话说，第5条第2项虽然规定说儿童的冠居帝国有变更的时候，新的冠居帝国有管辖权，但是如果他的冠居帝国变更的情形或原因是因为不法移送或留置的话，新的冠居帝国是没有管辖权的。这个是第5条跟第7条之间的关系，说明到这边，各位有听懂吗？那于不法移送或留置儿童的情形，第7条规定以下3种情形，新的冠居帝国才能够成立管辖权。第1项，本文规定，旧冠居帝国在该儿童于新冠居帝国成立冠居地之前，仍然具有管辖权。然后第1项 A 款规定，对于该儿童行使权利、负担义务之自然人，也就是行使侵权或监护权的自然人、机构或其他团体，漠视的同意该移送或留置。漠视的同意，被带走，那我也没有抗议，就这样子看着他被带走的话，那这样新的这个冠居帝国当然就有管辖权。再来是第1项 B 款的规定，对于该儿童行使权利义务负担之自然人、机构或其他团体，也就是对于这个儿童有侵权、监护权的自然人、机构或其他团体，已知或应知该儿童的下落以后1年的期间内，他仍然没有请求返还儿童的话，这个儿童呢已经安定于新的环境当中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新的冠居帝国当然也成立管辖权。所以等于第7条，它是针对例外的这个情形来做规范。再来针对准据法的这个部分，这个1996年公约所采取的准据法，它的法学方法，我们称呼它为管辖权决定准据法理论，这个叫做 jurisdictional approach。这是什么意思呢？关于准据法，1996年公约第15条第1项规定，第2章所定有管辖权者，缔约国主管机关应适用该国之法律。第2章就是法定管辖权，我们刚刚讲到的第5条到第13条。所以依照第2章第5条到第13条，缔约国有管辖权的时候，缔约国的主管机关可能是行政机关，可能是司法机关，就应该适用该国的法律。这个第2项规定说，为保护儿童人身及其财产故，上开主管机关于具有实质的关联性的时候，得适用或参酌他国的法律。这个当然是一种例外的规定。那刚刚第1项所讲的有管辖权的缔约国主管机关应适用该国之法律的法律的定义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规定在公约的第21条。
第21条第1项的规定说，本章所说的这个法律是指在该国有效的法律，而非选法规则。这个第21条的规定的意思，就是在讲有国际管辖权的法庭帝国，它的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它可以直接适用这个内国的实质法，而不再适用国际司法的选法规则来进行选法。一言以蔽之，关于未成年者的保护，海牙国际司法会议是以儿童冠居帝国为联系因素，同时决定管辖权与选法的这个问题。这样，各位了解这个准据法的规定了吗？1996年公约的官方解释报告书就15条的规定，它说明这种立法最主要的理论基础在于，具有管辖权的法庭帝国应适用它最为熟悉的法律。所以，本公约第5条至第7条所定的管辖权的一般性原理原则，也在这个与儿童最具有密切关联的法庭帝国，也就是儿童的冠居帝国。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以儿童冠居帝国为联系因素，同时决定法院的管辖权跟法律适用的问题。这一种有管辖权的法庭帝国适用这个国内的实质法为准据法的原则，主要是英美法系的国家所采的方法，又称为管辖权决定准据法理论。这个在德国呢被称为并行理论。好，所以准据法我们刚刚说明告一个段落，再来我们要谈到的是反制的问题。反制只有在国际司法的选法规则选择准据法的时候，才有反制这一个制度存在的空间。但是我们刚刚讲的是说，有管辖权的法院就直接适用它的国内实质法，就不再去适用国际司法的这个选法规则来选择准据法。如果你对国际司法的基础理论有一定的掌握的话，听到这一边你就可以知道，那这一种管辖权决定准据法的这种制度，海牙公约的这个制度是不容反制这个制度存在的任何空间的。依照官方解释报告书的解释，公约第21条第1项的规定，它的目的就是在继受海牙公约关于国际司法的传统，建立排除适用反制的大原则。本条规定建立排除适用反制的原则，而直接适用第16条所指定的冠居帝国的法律。到这边，各位了解蔡老师在跟各位所解释的吗？我们再讲一次，海牙公约它就是以儿童的冠居地来作为联系因素，同时决定管辖权跟法律的适用问题。有管辖权的法院就是指儿童的冠居帝国，然后这个冠居帝国它所适用的法律就不再是国际司法选法规则所选出来的准据法，它就直接适用这个国家的国内的实质法。这种情形怎么可能还会有反制的这种规定或制度存在的空间呢？反制只有在国际司法的选法规则里面才有，在我们的实质民法里面是没有反制的这一种制度的。这样你听懂了吗？所以做一个结论，海牙公约是根本不容许反制这个制度存在的。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页官方解释报告书的解释。1级海牙公约是禁止适用反制的。好，以上的说明虽然有点长，但是为了让各位在配合案例的说明以后，要了解世界各国所签订的或广泛批准的这个海牙公约的制度跟内容，我们必须要跟各位做一个详细的说明。这样，我们在上一节对于这个法院案例的整理，以及我们所提出来的问题的检讨，才能够有一个合理而且有根据的这个检讨的这个说明。这样各位听懂了吗？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样的意见或者回馈，或者你的疑问，欢迎各位在我们课堂的留言板可以提出来。我们这一节的课程到这边结束，谢谢各位。